咱从这开到南站大概多久？40多分钟。几点的车？2:08。2:08，来得及。这公车不知道是不是18可以稍微早一点。不堵车的话，就尽量给您快。啊，没关系，我算的时间应该差不多。它显示45分钟。嗯。现在还不到1点呢，差10分钟1点。基本的1点半、1点40就差不多就到了啊。我那天哪一天？我想18号那天晚到的，晚8点吧，打车过来。那师傅说：“哎呀喂，咋一路不但不堵，也没啥红灯。”啊，那你赶巧了，那会儿可能那时段可能您赶巧了，不堵车了。是吧？他说。就是在往这前面2站左右嘛，他说：“哎呀，这都堵得不得了，平时都堵着呢。”正常不堵车的情况下，半个小时肯定到了。哎呀，要赶上慢车，那就不好说了。说，哎，今天这个，你看这工作日晚上8点，经过这路段就不堵车了，很有意思。那您是赶巧了。是的，我这一趟出差运气还可以。但是在北京打车，尤其是坐火车、坐飞机，尽量的多打出点时间来。您最起码，反正我每回出来，就是正常的，比如像您刚才这种情况，您这钟点出来，我一般会在您这个钟点再往前提前40分钟。哦，这样。您万一赶上堵车或者有这个封堵，就是这个交通管制路段，人家还有交通管制啊。您别忘了，您现在是在长安街以北啊。如果长安街要有交通管制，你在长安街以南，那就给人堵那儿了。所以你知道我纠结，我说我到底应该打车呢，我应该坐地铁呢？我们还有其他小伙伴，他们准备坐地铁，他们晚一点的。晚一点，他不着急行。你着急坐地铁就来。他们4点钟的车吧，2点那钟就退房了啊，2点钟就退房了。像您这，您想您从这儿，您不管打车也好，是怎么着也好，到地铁站，也就这是时间吧？您从地铁站走下去，坐上车这是时间吧？下了车再走上来，这不还是时间呀，对吧？咱不多说，就您这一来一回，加上您这从这打车到地铁站，就这3段时间加一块，不多说15分钟。您要开车15分钟多长时间？多少路出去了？是。哎，我可能在南京坐车坐惯了啊，然后完了之后就没有这种感觉。您家是南京的？我们就在南京旁边，然后工作干嘛也。刚刚下车这是上海的。哎，这到年底嘛，各地有交流啊什么的。但很少有女同志打车坐前面的。不是没有，是特少。哎呀，那天晚上就是我也想着是麻烦系安全带啥的，坐后面但是晕车难受。坐到酒店翻江倒海，啥也吃不下。我知道这感受，我也晕车。我自己开车就没事儿，啥事儿没有。但一坐车，对，一坐车就不行。所以你看我开车开了30来年了，我很少坐别人车。就我媳妇儿开车我都很少坐。您可说，哎呦，辛苦点，我自己来开。对。有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们俩要同时出去2个地方，我就把我那折叠自行车搁后备箱，我开着车到地儿，我拿自行车，我骑车走，开着车走。可以的啊。我回来我自己骑着小车慢慢往回骑呗，着什么急啊？因为北京这个说实话太堵了。好嘞，这经验下次还得吸取，不能凭着运气，运气并不是时时都有。您这个钟点赶得好，因为这钟点正好饭点是吧？我想着是那个会前面，咱们就把那饭吃了，完了以后也不跟他们去抢饭去。但我本来还在想着，我说今天星期5是不是下班也有一个高峰？北京一般的周5，从4点一刻晚高峰就开始了。比如4点，对，4点一刻左右晚高峰就开始了。举个例子吧，像您从辽宁大厦到南站，
明日晚上7点的车。嗯。要说我5点半出来，肯定您就赶不上了。5点出来都紧紧张张的。那最起码您得4点20、4点半就得从大厦出来了。好吧。因为这一段路，咱们现在走的这一段不堵，一会儿到了西直门桥，从西直门桥到南站这一段是非常堵的，特堵啊，特别堵，堵到什么程度呢？要赶上最堵的时候，40分钟您到不了。其实实际上咱们到了西直门已经走了一少半了，1/3多一点，那就不行。实在要是那个啥，有条件应该还是坐公共交通，坐地铁。公共交通您早晚高峰多合适，但是没有直达的车呀。对呀，这就是问题啊。然后中间还得倒的时候也不。它虽然早晚高峰它有公交专用道，要说我从这儿上车，我走几步，我上了车直接就到南站了，这行。这一路上您不会有什么太多的拥堵的地方。你刚刚说的是公共汽车是吧？对，公交车，对。北京那边公交车就是管得很严，别的车都不能走的。它也分时段的呀。早7点到9点。晚上有4点到7点的，有5点到7点。这个路段你都可以进去，3分200进呗。现在还好多了呢。北京的这个公交专用道，还有从早6点到晚8点，早7点到晚10点，全天不让走的，就是特别乱。现在好点了，但是关键问题是，比方说开的平时的人，他怎么能知道呢？你开的时间多了就知道了。多走2回挨2次罚，不就长记性了？那就是说，在不确定的情况下，咱就尽量别走。我是习惯了，看见黄线我躲着，我能不进去我就不进去。如果说堵得特别厉害了，一看这时间段是能走的，我就进去走一小段，我再出来。因为有的时候我吃好几回亏，就是早上起来送孩子去上课，周6日。那会儿周6日还不像现在，因为现在从大概有4、5个月了吧，半年左右，北京就改了，周6日公交道是不限时的，是可以走的。以前是周6日早晚也限时，那会儿就没这概念。那平时早上起来我从家出来送完孩子，我知道9点之前这道不能走。但是你从家出来7点半8点出来以后，就感觉已经过9点了，呲儿就进去了。等你反应过来，哟不对，没到呢，已经过了这摄头了。过这摄头的代价就要230分。哎呀，那咱这个改也是大家呼声太那个，说就是周6周日对吧？也不是工作日。这我估计有这个因素。因为这种没改之前，就这种状态持续了很多年。一直从有的公交道开始就这样。最近这一段时间才慢慢开始有改观的，就从这儿就开始了。看出来了。这个完就跟前面就不一样了呀。这个地方就是北京的西直门哈。刚才这个桥，咱们后边这个桥就是西直门桥。西直门桥，传说中最不好走的一座桥。就是外地司机上来，别说外地，本地司机要是新司机，道不熟的上来就晕。哎呀。现在您拍不像，就等上桥的时候，您看前头全是刹车灯。我们现在在桥上。咱们在桥下。在桥下啊。西直门这桥是从底下钻的。这样子的。它东西向，您回头看一眼你就知道了。它东西向是高架。南北它是从那桥下边挖了一洞，从桥下钻出来的。这样子的。这外地人到北京来就觉得摸不着头脑。对，你说的对，下次得那个保守一点。如果您路不熟，最好的，别在北京开车。第一，容易有违章，再一个容易迷路，虽然有导航，你要道熟行，说你看像我似的，我看一眼大概这儿堵，我可以选择别的道，
您得一边看着路，还一边看着导航，很容易出差错。对，当然。坐着天山路跑还净出差错。我那天来的时候，那司机，那个师傅，我问他，我说，哎，我本来以为从这个高铁站出来以后，怎么着打车也得等上一会儿吧，没想到出来就是车，一溜的车。这个有2种情况。一个呢是正好几趟列车同时到站，下车的乘客多，打车的需求多，所以说他这个出租车站车走得快，您出来又没车，你就得等着。还有一种情况呢，就是到站的车少，外边马路上又没活，好多车都跑到火车站去排队了。就现在，你看就早上起来，你看我这滴滴，从早上起来7点到现在就给我发了3单啊，就3单。现在都1点了。对，就你那这有显示吗？8、9、10、11、12、6个小时了。对，你看就3单，6个小时就3单了，这还不错呢，还给你发3单呢。其他的就等于说自然野生的。就让我就排队去吧。本来是4单。他就是这个平台什么给你发过来一个，刚才有一个15公里的，刚发过来，咔嚓他就给你断了，就他就平台就显示就是乘客取消。总共我记得这台还没3秒钟呢就没了。妈呀！就是他把这活全发给快车了。快车去了。对，就是滴滴快车。那为啥呢？他收佣金啊。你们收不到你们的佣金？我们是免费的呀。因为我本身我这车交了车费呢。交了就是我们公司交了钱了，一个月。你不能说我在我们公司交5000多块钱，回头我用你的平台，你平台再收我一份钱。那是不是这意思？就是你把钱其实佣金已经交给公司了，公司也把钱交给他们了。对，你把这活发给我，我是任何报酬都没有的，不给你钱。但是你把这个活发给他，他拉出100块钱来，这100块钱里有27到30块钱是给你的。这么高啊？对。滴滴车去的佣金那么高？对。那是。你说是没活吗？我说的不太好听。这北京城这么大，好几百万人口，人都死绝了，没打车的，对吧？有，就我们院里边街坊人就干滴滴的，他就说，从这儿打的车，往前走5公里，这乘客刚上车还没走出500米，这下一站就到了。就是说，您下车，马上就有人上车。这样子。他一直对，没有这个缝隙的衔接。这出租车就不是，他会给你发一单，来吧，你就转吧。我现在基本的就是别人我不知道，就我就是，像刚才这种情况，就是您不上车的话，我还想回南站，这一路上空驶的几率占98%。就是你怎么来的，怎么放回去？为什么路上没有伸手的？滴滴不给你发活，不派单。那我只能就是就近哪个火车站离得近，哪个飞机场离得近，我就哪儿近我就奔哪儿去。对，你排2小时也好，排仨小时也好，你只能排着，没别的办法。我那天还问来着，我说我从这酒店打车，我要不要就是打个滴滴啊什么的？那司机说一般酒店那儿可能有。您可以打，就是一般的也不用，就是酒店，要不着急的情况下，您等一会儿，肯定会有出租车来的，特别是这种送乘客的比较大的酒店什么的，对。实际上，咱现在在北京打车路上，你伸手看见这灯是绿色的，你伸手，他只要是没人没接单的，他肯定给你停。现在活少。那天那个司机就是吐槽意思说，他说他昨天就接我的那一天，他前一天他干亏了，他说。怎么叫干亏了呢？就是扣掉大概什么佣金啊什么的。他是不是租了别人车？我没细问他哈，他就说这白跑一天，才把人家的钱给交了，自己还没落着呢。我明白您的意思了，他说那意思就是，就是从早上起来7点，我昨天就是从昨天早上起来7点，我到晚上8点去接闺女，一天我拉了300块钱。哦哟。
一天呀，从早7点到晚8点。那昨天也是星期4啊？对，13个小时。只拉了300块钱。你要按我的成本算呢，我的车费是170，我再加一个30块钱的充电钱。也就是说，昨天我干了13个小时，我挣100块钱。100块钱，你那170就是交给公司的钱？不是。我拉这300是流水。交给公司170。我在充电再花30。也就是说我自己纯剩的，纯利也就100块钱。但这时长在那摆着呢，13个小时啊。对呀。你要合到13个小时里边，这100块钱，1个小时才合多少钱啊？是。连10块钱都到不了。那这跟以前是不是差远了？差远了。没有滴滴的时候，我从就还是这个时间段，早7点到晚8点，我大概最少能拉600块钱，多一点能拉700多，不到800。但那师傅说，除了现在滴滴吧，然后他说这也跟经济有关系还是啥的？您不能说没关系，也有关系，就是现在可能各个行业都不太好干，但是我看这打车的可不见少。对吧？你打车的，你要打出租的可能少，但是你打滴滴快车的有的是。对，现在就好多都成为刚需了。你不用说拿这个什么，拿那个经济这个萧条啊，不景气啊，是不景气是肯定是有这成分在里边，但这个因素占的并不大。我觉得这人你再不挣钱，出来打个车花个10块、30、20的，大家也不会太在意。毕竟咱还在北京呢。对，你别忘了这首都啊，这首都啊，而且你人口在这摆着。对，几百万人那是哈。主要就是滴滴给闹的。当时刚刚开始有这个滴滴的时候，他只针对出租车，就是给你发一单，给你发这活，发的您这活我干了，他会给我补贴多少钱，会给您优惠多少钱，这个钱谁出呢？他滴滴出，他拿钱砸呀。那会儿他们就说：“哎，你看我这一天我有多难拉多少钱？”哎，对。我说你别着急，我早晚有一天他会调理你的。为什么？大家都使顺手，都使惯了，离不开了。哎，我也开始收你钱。收个市场。一开始是滴滴的抽成是抽10%几，13、12左右，慢慢涨，15、17、20、23。现在我反正那天我跟他们聊天啊，基本的100块钱，他能抽27.5块到30块钱之间。也就是说，你干这活拉100块钱，实际到你手里才70来块钱。平台都拿走了，人家挣钱呀，还是有利益关系在里边。而且这帮现在年轻人，他愿意使这个。说到这儿，我就多说一句，就是现在这人越来越懒，您说是不是？是，尤其这年轻的，能让你把车停到楼门口的，他绝不让你停在大门口；能停到他们家屋门口的，他绝不让你停在楼门口。就差那么俩车这么一距离，那都不带走一步的，堵车也堵着呢啊！我就看着这人就在这黑车这站着，这99这车这站着呢。就瞧着你也不走过来，就要让我或者您，也可能说，哎呦，这两步道我走了，拉门我上来，有车一通了我就走了，不行，就得给我开到跟前儿，我再拉门上车。滴滴就有这么一个优势啊，就是我这个活拉到了，还没送到呢，下一活已经到了，也就是说。我刚出来，等不了2分钟，这车到我跟前了。我不用等太长。他现在给出租车发活怎么发呢？您就在我车边上站着，这活不给你。他给你的都是3、4公里以外的活。接乘客3.2，送乘客1.8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说的公里数。公里数。对。接乘客3.2。您在那个带尖那楼那儿呢？我在这儿呢，给我发的单，从这儿到那儿3公里。您要去哪儿呢？你要去这个楼。妈呀，就给发的都是短途的。对。偶尔，比如说我从火车站啊，从飞机场拉一个郊区，没准到给你发一大活。为什么？那周围没车。甭管滴滴也好，出租也好，没有，就我这一辆。
那就是非常罕见的了。这很罕见。有一次我拉一昌平，离市区离这个位置，大概有40多公里，不到50公里。我把人放到那儿，我说：“哎呦，我这么老远，我得放空放回好几十公里。”对。我刚一掉头，当给我发一南站。我就回来了。后来我就总结，我说这为什么呢？平时也不见呀，是吧？平时也没有。我说从未这个3-5年里边，滴滴很少发这个，给你发这种，我给你发一个10来公里就算大活了。我一下能给我发一40-50公里的活。后来我跟他聊天，我就讨论这事儿。人说你傻了吧？你去那地方连人都没有，这车跑那儿嘛去啊？就你这一辆车，恨不得方圆5公里就你这一辆出租车，他不发给你，他发给谁去啊？是，你想也是，人家这系统都调好了，就是您永远算计不过他。刚一开始，不发活还着急，他这不是有一个分吗？拿那分压你，天天得出车，你不出车，没准这1个星期给你涨2分，但是你有一个投诉或者有一个失误，或者说你今天没出来。有公司的吗？不是，就是滴滴的。滴滴的。就这个分能看。滴滴还有一个评分啊？对。就这个出行分在这儿呢。它最高是150。但是，你看啊，我从周一到现在，给我涨了0.2几。但我要是周6日不出车，他最少能扣你1-2分。你现在是113。对，他扣的多，奖的少。您拉10个活，不够他扣1回的。你出不出车他还管你哈？人家制定这个规则嘛，这是一个游戏规则嘛。考勤率跟上班一样。相对的就是那个意思吧。但这是一个很坑的事儿。一开始还想，哎呀，我分不够啊，他的意思说，你分越高，他给你派的单就越好，越多，优质又多。不一定好不好啊，但他就是给你派单频率就相对高一点。但是我跟那帮司机聊天，有140-150分的，也照样不想，一样不想。好了，慢慢这心里也就挺好了。你爱发不发吧，你发我就干，你不发我就火车站排队去吧，大不了少拉点就完了嘛。您只是这个棋盘上的一个小棋子儿，规则是人家制定的，你是改变不了什么的，那就改变自己呗。所以这个滴滴他们当时也是为了抢占市场份额，把钱砸下去了，他肯定是要收回来。对啊，当时砸了多了个亿进去。我之前看的新闻，那看来是未来是不是就是无人驾驶？就是我觉得这不大靠谱。首先一个，这个就无人驾驶这车，你乘坐起来这时间上没保障。只要他从这路口右转弯，在一个范围之内，甭管骑车的、行人，只要有人，他就停。那你有什么保障啊？没保障了。再一个，你这满大街都是无人驾驶的，咱别的不说，就北京，开出租车的司机大概有20多万，他有单班的，有双班的，车呢他不到10万，那这批人怎么办？对，这是一个就业问题啊，他牵扯的不是一家两家啊，这不也是社会的一个隐患吗？是。北京现在也有无人驾驶的，在亦庄经济开发区里有，很少，我见过几次。比较偏的。现在弄的这个科技发展了，把这人都给剔除了。那咋办呢？咱国家的劳动力也是，把新生人口摆在那儿呢。就说这个写点论文啊，写点什么，过去全靠人打字儿，一点一点码上去的。现在有一 AI，咔几分钟全出来了，上万字的文章。是。而且，你别看电脑做出来的，它做的比你写的好。你看 AI 它这电脑，它就是人家现在叫人工智能，对不对？它是一个机器，但是它有着这个聪慧的脑子，智能的头脑。我觉得像这种智能的东西，它再智能，首先一个它是人造出来的，
但是更大的一个弊端呢，将来随着这个科技发展，这人早晚有一天会让这机器给统治了。你想去吧。对。那现在什么无人驾驶啊、无人售票啊，不是全都慢慢来了吗？像你们出租车这行业啊，就这么个些年来，应该是7、8年，10来年。您是指什么呢？就是对你们的影响啊。您真的是您说的这影响指的是哪方面的？就是像就在滴滴出现之前吧，对吧？就像你说的600块钱的一天的时代。对，现在已经给打折扣到一半了。折一半了。要不是对付还有几年这保险，我就早不干它，干烦了。就你们是挂靠公司哈？对呀。在公司啊。不是挂靠，就是公司员工。我跟您这公司签订合同。签订合同。哦。这个车成都4年。这4年呢，除了给你每个月给你交固定的或者不固定的这个，就它有一个幅度嘛。但是不会很大。像我这交5100。除了交这个，公司只保证你这车的保险。别的什么养护啊、维修啊、保养啊，就是这个验车呀，这些全都是你个人的，跟他没关系。他还收了一个管理费。对。然后车呢？车是他的哈。车是他的，车的使用权是他的。使用权是你的，所有权是他的。就是有些你不干了，你车你要给人交回去。然后您这5100就是开，天天开。是啊，就这车就相当于私家车一样，是我个人的了。使用权是我的嘛。我这单班司机。就单班。对，双班就是我开白天，你开夜里，咱俩半个月一倒或1星期一倒。是那样。人歇车不歇。懂了。像你这个，你就是自己想歇就歇。我这就是我一个人一辆车。反正这4年我签，因为我这个车签的是4年嘛。这4年之内，这个车跟私家车一样，我想干，你一天不干人都没意见。就到日子把银子给人交上去就行。像你这种跟他签了合同，他就得给你交保险。对。特别是那个，毕竟在路上还有那些意外险啊什么全给交。这种险有，还有就是什么养老啊这些。养老医疗。现在要不是对付着让他帮着交点保险，谁干他呀？干烦了。你们也要交到60岁吧？对呀，现在这个不是要延迟吗？延迟那天我算了一下，我这得延1年8个月，也就是说我60退休，我得延到将近62。我肯定不会给他干的，因为我这个职业比较特殊，它不像说你坐在办公室。我眼花了，我看不清楚颜色了。对。你还逼着让我干，但是撞了这出了事故怎么办？对吧？对，是的。我现在干这个，一个就是说保险，再一个呢，得拿它当一个私家车使，连接孩子呀，我们家车限号的时候拿这个车出来接送孩子。出租车是不限号的。车不限号。您想想，这出租车要再限号还怎么干？是。您家就一个小孩哈？就一个。养一个都够费劲的，连拖带拽的。那大城市绝大多数都是一个。这生活节奏、生活压力放在这儿的。其实我觉得大城市没有什么好。我家是土生土长的北京的。我还是喜欢我小时候的北京城。是那种胡同似的吗？是，我家就在胡同里住，就在后海边上。我就住后海。我家离您可能知道，就是那个什刹海酒吧。我家从我们家走到酒吧街那儿溜达着遛弯10分钟吧。哇！但是我们住的是大杂院嘛。我们那一个院住30多户人。那热闹啊！热闹什么呀？现在基本就没有什么本地人了，全是外地人。
我买房也是在南城买，很少回平房去住，回不去，回干嘛去啊？连个停车的地儿都没有。对。从我买那房那地儿到我那个后海平房那大概32公里吧。我每回回家我都骑自行车。32公里骑自行车啊？慢慢骑去呗。真2个小时，慢慢骑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就骑那折叠自行车是吧？对呀。您车啥牌子的？捷安特。捷安特哦。之前我家女儿她现在就是都5、6年级嘛，要换车了。她之前那个车轮小了，我就给她买车，然后也考虑是折叠的，觉得折叠的因为住楼上嘛，摆放啊各方面方便一点，但又觉得呢就是小巧方便。就觉得这折叠骑起来是不是比那种固定的那种要费劲一点？不费劲，就是就得紧蹬，就轮小，它轮小啊。啊，就这个。您这大车没事骑一圈，我这小车得骑2圈半，就是这有点区别，别的没区别。哦，就这样。我反正那捷安特这车，我觉得还行，质量还可以。我这骑了10来年了啊，没坏过。一辆折叠自行车，您骑10来年，还骑20多公里。我老修啊。啊，我会修啊。它就什么链条，什么链条啊、轴啊、什么前叉子把，我全车我能给拆零碎了，我再给装上。好厉害！所以家里边有滚珠碎了，脚蹬子什么哪儿坏了，我自己买点东西，我自己弄点黄油，在家就给修了，你都不用出去修去。换句话说，现在您出去北京大街上，您找修自行车太难了。是的吧？没有了，没人骑。现在骑自行车的倒是多，全都是共享单车，都不是自己家的，坏了就扔一边，谁管它呀？反正我们家是，我那是几辆自行车？1辆、2辆、3辆、4辆自行车，我处理了2辆，太多没地儿搁。我们家就3口人，我就我留2辆，留了1辆直把的，留了一个折叠的给我闺女用。完了呢，有的时候媳妇要是我们仨一块出去，那扫一小黄车，不就够了吗？特别是堵的时候，在一些路道骑车可能还方便一些。现在还有几千块钱，就像在这个路段吧，咱在这桥下头这儿到南站站台上，您骑自行车没准5分钟就到了。咱们现在这儿堵着，到站台上10分钟您到不了。他会磕还是？对。这也是大城市的。毛病太多。外地人羡慕嘛，就是羡慕医疗啊，有什么好羡慕的？教育啊，好的资源。我刚才跟您说，我说我还是喜欢我小时候70年代的北京，包括到84年、85年以前，那个北京还是原汁原味的，就是没什么变化，外地人很少，就是大家说话也很和气，没有像现在似的，这人的脾气都大，火气也大，再一个就是那会儿的文化呀、风俗啊，基本还是保留在老北京的，就是这些年，从85年以后，尤其是从89年暴乱以后，就是外来人口逐渐的增加了多了，现在北京那些风俗习惯很少。您去旅游也好，上簋街也好，上后海也好，您看那卖老北京小吃的，有几个北京人？哎呀，正宗北京炸酱面，做炸酱面的师傅河南人，你能给我做出北京炸酱面的味儿来？还齁老贵。那天我拉俩乘客，小两口，反正北京面真贵，什么面真贵。最后在前门吃了一碗炸酱面，那一碗面要30块钱，我说30块钱，我跟家能买50斤面了。我说你跑那儿吃去，你自己跟家擀点面，和点面自己擀不行吗？河南师傅给做的啊，完了说这个，你问我说这北京那个吃炸酱面最正宗的地儿是哪儿？在自己家里边这是最正宗。弄点
豆芽，弄点黄豆，弄俩胡萝卜丝儿就给你糊弄了。我说炸酱面的面码最起码是15种，吃的面实际面不1两面，剩下吃的全是菜码。再一个那个酱根本就不是一种酱，那2种酱和在一起，里边还搁好多东西呢。那我们从来没吃过正宗。我基本都，你看像什么，包括这些炸酱面啊、炒肝啊、卤煮啊，都自己跟家做，从来不在外面吃。哎，难道这就没有正宗的？那旅游景区肯定不是正宗，对吧？我跟您说，就是鼓楼那周边，原来有几家，那真是从我小的时候就有的老店，现在全没了，全让就是先说你这尾价拆了，拆了就拆了，没了。你这房子营业经营场所都没了，你这营业执照谁还给你保留着呀？对吧？那你没有了，没有就没有了。你再想找这家店就找不到了。原来鼓楼后身那钟楼和鼓楼中间那儿，那后边一个停车场嘛，那一个空场，那个地方原来是一大排档，卖的全是北京的小吃。哎，那真可惜啊！现在全没了，太可惜了。该保留的时候不保留，都恨不得都绝迹了。你现在要恢复，你怎么恢复？哎，以后又叫非遗，现在不是好多店都有非遗。您传承人都没了，你拿什么非遗？飞天嘛！我看现在好多传承人年纪都好轻啊，90后什么的。您往上倒2辈，咱别说倒3辈，您往上倒2辈，他们家没人干这个。经济快了之后，是有一些东西就忽视了，就没了。问题是，决策人当领导的上来一主意，我就说这帮人一屁撒谎，一会儿一主意。你上台你说得这么干，这杯子得横着放，那我上台我说杯子立着放，还有说斜着放、躺着放，怎么说都有，对吧？朝令夕改，您说这发展不好。各地都一样。而且作为大城市，上海、北京都一样。你说那个门面多贵啊！几十平米、40-50平米一小间屋，一年好几10万的房租。对。您说，那我是以挣钱为目的啊，我还是以这个发扬这个传承这东西为目的啊，对吧？就您刚刚说炸酱面那么复杂，对吧？他这卖出去，人家卖的是这手艺，吃的是这感觉。因为我家在北京住的年代比较长了，到我这代在北京待了16代了。16代？对，我们从明末就在北京。天哪！那你对这个城市真的是……所以就是我从小接受的教育都是老人教起来的那些东西。就骨子里刻的就是老北京的那些东西。但是现在这，就是年轻人说的也好，做的也好，包括这个市面上这个酒店呀、饭店呀，怎么叫正宗啊？做得漂亮。对，咱外地人来旅游嘛，肯定都是让人一看，哎呦，花里胡哨，真好。有乘客坐车问我，哎呀，你这个还跟孩子介绍，你看这个建筑，这是老建筑。我说北京城啊，除了鼓楼、钟楼、故宫、北海，就北海就不说了，就是除了这几个大街，前门、德胜门，没有老东西，全是翻建的。我小的时候，北京的城墙还没拆完呢，现在你还哪看得见城墙了？我连城砖都找不着了。我们家那胡同里还真有那么2-3个院子是老四合院，最起码得没有100年以上也差不多了，破破烂烂的，根本就没人管。真的，就是您说您之前30多人住一块，就在我们旁边那院里，旁边那胡同里。我们小时候老到那院子里去偷枣吃去，他那个院里有一棵枣树，我们老爬那树上偷枣吃去。那院子到现在，他不拆迁，他就不管他。对。我上小学1年级时候那院什么样，现在那院子还什么样，
没变过。天哪，哎，以后就是一季了，以后就不能拆了。65啊，这是变不了的。啊，那天来56，就赶上堵车了。赶上堵车了，是。你要是赶上堵车，堵得厉害的时候，75你都不一定能挡得住。怪不得那天的司机巨惊讶。哎呀，你说多少年以后，那房子更拆不了了，一季以后都得把它保护起来。那现在反正就居民那儿住着呢。还有人住啊？有人住那院子还有居民呢。哦。别着急，往前来点，你再下。好嘞。这儿一下，要不然往前走。好，谢谢您。